还原本高兴的来男友家吃饭，怎料饭还没吃进口，未来婆婆就先是追问工作找得如何，见她面露难色，紧接着又要作妖，说要电话亲戚帮忙找工作。可就是这通电话，让她敏锐地意识到男友一家对她的态度。我正好有事找你呢，我给咱堂儿介绍个北京女朋友咋样？北京户口，有房有车，长得……原本和睦的气氛顿时陷入一片尴尬。李木家算是明白了，这是嫌弃她既不是北京人，又没房没车还没工作，似乎怎么看都配不上她儿子。可让李木家就这样放弃4年的感情，她又怎么舍得？于是回到学校后，继续锲而不舍地上网投简历。她下定决心了，非大公司不进。也正好被她捡漏，一家知名律所正在招聘行政助理，见没有太高的学历要求，她瞬间信心倍增。然而面试当天，闺蜜连椅子都没坐下就被人给拒了。李木家都震惊了，这速度也太快了吧！就在她为自己忐忑不安时，转头却见到未有过一面之缘的熟人，好在对方也认出了她。得知她来面试行政助理，便坦然道：“你要面试成功的话，你的上司就是我。”李木家闻言顿时顺势而上，连忙表示自己努力、便宜又好用。可显然对方并不吃他这一套。那么多的面试者，没有谁是不努力的。但他并不气馁，继续自我推荐。见他如此诚心诚意，吴建秋一来想还人情，二来也想给他个机会，当即就带他进入面试现场，拿走他的简历亲自面。本以为这下10拿9稳了，然而没成想，你的学历达不到我的要求，所以我帮不了你。可招聘上明明写着本科生也行，怎么又变成非名校不要了呢？怎料吴建秋却直言不讳，都是为了面子工程罢了。除非他有很显著的亮点，但显然他的简历上并没有。这不太公平吧？确实，不过我刚刚带着你插队见面试官的时候，李木家顿时哑口无言。那时的自己就公平吗？被如此堂而皇之的拒绝，让他既挫败又失落。本以为机会就此错过，没成想却意外和吴建秋的客户同乘一辆电梯。从几人的对话中，他提取到一些关键信息。你怎么知道吴律师那手冲咖啡是这家外送？他猛然意识到这或许是个机会，于是他赶紧折返去找吴建秋，将自以为重要的信息告诉他。怎料对方闻言却波澜不惊，李木家瞬间傻眼了。可吴建秋却察觉到他真的很想进律所，本想再次劝告他不要浪费时间，不料李木家却破釜沉舟地说道：“就1个月，您就给我1个月的时间，我不要工资，不要工位，随叫随到。”就这样，在吴建秋赞赏的目光中，他获得了机会。也正因如此，他不仅得到同学羡慕佩服的目光，也让势利眼的未来婆婆刮目相看。见儿子还和自己怄气，她瞬间有些后悔。而李木家呢，本以为进入律所后会顺风顺水，可没成想，当她根据男友给她制作的指南热情的交朋友时，得到的不是冷漠疏离，就是阴阳怪气。你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爱你？走后门？是，可他明明既不是名校毕业，也没有深厚背景，却能秒杀清华北大毕业生，跻身进顶级律所，这很难不让人生疑。然而没人知道的是，起初他也是被拒之门外的，是他厚着脸皮力争，表示他可以做实习生，不仅可以不要工资不要工位，还能随叫随到。如果1个月后考核不合格，他立马走人。就是他的态度，才让领导破格录取他。可如今看来，他好像忘了自己的初心，每天不是在送咖啡的路上，就是在修理打印机。看得吴建秋是怒火中烧，当即把人喊了进来，一开口就建议他跳槽到服务公司去，这可把李木家吓坏了。我是让你努力，但是我觉得你努力的方向好像错了。一语点醒梦中人，见他还不算无可救药，吴建秋当即指点迷津。律所之所以愿意花大价钱培养他，就是希望他能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律师。而如何才能在律所立足，是他目前应该考虑的头等大事。你别让我失望，一定要去做那些别人无法取代的事情。吴建秋的肺腑之言让他醍醐灌顶，而更让他大彻大悟的是同事们对他的态度。听着他们对自己的诋毁，让李木家瞬间意识到，原来一味的讨好和有求必应是换不来尊重的。于是当同事在找他修理打印机时，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看着同事们错愕的表情，他莫名有些暗爽，早该如此的。就在他为了工作忙得昏天暗地时，男友却有了意见。他们已经超过2周没有见面了，而意见最大的莫过于未来婆婆了。当初李木家还没找到工作时，他嫌弃人家没有北京户口，没房没车还没工作。如今李木家找到体面工作了，又担心儿子降不住，天天念叨着李木家是走后门进的公司。可这些都没让丁之谈为之动摇，反而是一双鞋让他彻底破防。我男朋友花了半个月工资给买的呢，打完折还2800呢，可不得爱惜点。
他瞬间惊呆了，只因李木家也有一双，心里抑制的各种怀疑纷至沓来。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入职当天的李木家就忙到摔倒了，鞋跟都摔断了。为了买下心仪的鞋，他当着销售员的面电话银行提升自己的信用卡额度，听着对方嘲讽自己的话，却更加激起他的斗志。他不仅要留在北京，还要活得更好。为此，他更加努力地埋头工作，却无意间放了男友一家鸽子。起初他没找到工作时，未来婆婆嫌弃他没有北京户口，又没房没车。然而当他好不容易跻身进顶尖律所时，未来婆婆却又担心儿子降不住，逮着机会就怀疑他是走后门进去的。起初小丁是不相信的，直到连续半个月他都以加班为由见不上面，并且意外得知他竟花了大半个月工资只为买一双鞋时，他彻底绷不住了。特别是当他来接李木家下班，却看到他与男同事有说有笑时，心里的不爽更是达到了顶峰，让他不禁阴阳怪气地问道：是不是靠旁门左道进的律所？这瞬间惊呆了李木家，她怎么也没想到男友竟会怀疑她，气得她当即拉着小丁进律所，将加班资料摆在他面前。这是从晚上9点到凌晨1点的历史记录，你看看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在做什么。然而小丁却觉得他也在上班，怎么他就能按时完成工作任务，而李木家却要每天加班，连面都见不到呢？不料这却瞬间点燃了李木家的怒火。别人打1个电话就能完成的事情，我要去倒几班地铁，我去求爷爷告奶奶。别人对着英文材料能一目十行，他却还要查字典，因为是个小人物，必须每天小心翼翼，生怕哪天不努力就会被淘汰。最关键的是，他之所以这么努力，就是希望能和小丁在北京有个家，不想让你到时候后悔，觉得我当时为什么没有跟那个北京女孩见上一面。小丁这才意识到，原来当初妈妈介绍的相亲对象竟让李木家如此介意，但他还是不能理解，父母不是出钱给他们买房了吗？然而李木家却觉得那是他父母的，他怎么可能理所当然的接受？于是矛盾又来了。小丁觉得他分得太轻，没把他的家人当家人，而李木家呢，心里却清楚的知道未来婆婆并不喜欢他，摆在面前的困境让两人一时没了话。但李木家并不想轻易放弃，这我们俩得好好谈。你有时间跟我谈吗？你忙吧。眼看小丁就要走了，李木家顿时觉得委屈不已。为何毕了业后，爱情和工作都那么难呢？就在他想调整一下工作节奏，挽救自己的爱情时，不料却迎来一个重大的项目。从今天开始取消一切休假，病假除外，但你的病假如果超过3天，你也会被淘汰。李木家的心瞬间咯噔一下，然而还没等他多想，周围就有同事主动申请加入项目，果然是够卷。殊不知就是这个项目让他抓到了转正的机会。与此同时，小丁也抓到了个一夜暴富的机会，那就是炒股。眼看同事半天就赚了一辆宝马钱，让他不禁也动了心思。特别是同事说如果将钱借给他，就每天返1000利息，更让小丁心动不已。别说他了，就连身后的同事都蠢蠢欲动。然而这毕竟是买房的钱，他还是咨询了李木家的意见。果不其然，李木家坚决不同意。可话还没说完，就被同事拉去开会，又被挂了电话的小丁瞬间一肚子怨气，他就偏偏要借，浑然不知这会成为他们日后分手的导火索。小心！男人怎么也不会想到，年近40岁的自己竟会对个小姑娘一见钟情。他不由想起两人的初见，那会儿他正赶去和朋友聚会，突然一个小姑娘跑来向他借手机，他当然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不料因为保安的过于恭敬，竟让小姑娘误会他是餐厅经理，连忙拜托他送份文件。还没等他解释，小姑娘又掏出个惊喜给他。什么意思啊？谢谢您啊，请您喝奶茶。黎光看着被塞进手中的20块钱，不禁有些哭笑不得。本以为不过就是场没有后续的偶遇，没成想两人的缘分还不浅。他无意间捡到个工牌，仔细一看，竟是有过一面之缘的小姑娘。而刚走出门的李木家也察觉到自己落东西了，于是连忙折返，却被早等在那的黎光堵个正着。见他也认出了自己，黎光将工牌还给了他，只是没成想李木家又给了他一个出其不意。方不方便给我一张名片呀？我们公司会有好多的商务接待，我到时候联系您。黎光再次失笑，其实他压根不是什么餐厅经理，反而是他们的甲方爸爸。他将自己私人名片给了李木家。谢谢您啊，麻烦您了。小心！李木家的回眸一笑，让许久不曾心动的黎光悸动不已。可殊不知，此刻让他心动的人，却快要成为别人的老婆了。只因李木家和初恋男友小丁买了房，即将踏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然而她的未来婆婆却还拉着儿子与别的女孩相亲。更过分的是，小丁竟将房子的首付款拿去炒股，结果赔得他一无所有。直到售楼处的人电话李木家，告知明天是付款的最后期限时，他才猛然察觉不对劲。更万万没想到的是，从售楼处得知，
原来他们已经宽限了小丁1个月，实在逼不得已才转而电话他。李木佳闻言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因为联系不上小丁，她只能等在男友家楼下。可从白天等到黑夜，她才等来醉醺醺的男友，眼见实在瞒不下去了，小丁这才坦白，首付款被他败光了。还没等李木佳有所反应，他倒先开始逼问：钱没了，房子也没了，你还愿意嫁给我吗？此刻的李木佳只觉得满心失望，不想和醉鬼争论，不料情绪上头的小丁却不依不饶，竟将自己失败的原因归咎到李木佳身上，直言如果不是为了给他更好的生活，他不会冒险炒股，浑然忘记了当初是李木佳竭力制止他碰股票。更欺人太甚的是，他还指责李木佳爱慕虚荣，竟敢买2000多一双的鞋子，这让李木佳瞬间不能忍。我花的每一分钱，我刷的每一张卡都是我的钱吧？最关键的是，当初买房他都没要求加名字，两人在一起6年，他怎么能这样说自己？李木佳满腹委屈，本想等男友酒醒后两人再好好聊聊，但小丁却觉得够了。再见。李木佳瞬间听懂了再见的含义。毕业2年后，他们的校园爱情终究还是散了。还紧紧地盯着眼前的男人，等他说了一句好喝后，就瞬间想起女领导交给自己的任务。如果客户问起来，你就告诉他，因为这个葡萄酒的酿造过程特别的独特。他当即卖弄红酒的来源，浑然没察觉想要阻止他的领导和暗自偷笑的甲方爸爸，最后还是男人绅士的佯装打电话，才让他知道自己闹了多大笑话。咱要的那款酒没了，这款酒服务人推荐的另一款。他瞬间感到一丝羞耻，但还是生怕因为自己的失误而错失这次合作。殊不知甲方爸爸却因此对他更有好感。其实两人早就认识了，黎光更是对他一见钟情。然而那时的他却误以为黎光只是个餐厅经理，要不是今天吴建秋带他来见甲方，他还不知道自己闹乌龙了。而吴建秋呢，却敏锐地察觉到黎光对李木佳的好感，于是顺水推舟的便让李木佳负责后续的合同对接。这天，李木佳带着合同来找黎光，趁着这个机会，他感谢黎光没有在吴建秋面前说认识他，避免了他的尴尬。怎料黎光却说：“你很爱笑，笑起来很好看的。”谢谢。随后，黎光更是在酒柜里千挑万选，选了个自认为很有意义的红酒送他。然而李木佳却不解其意，还是在黎光的坚持下，他勉为其难的收了。结果转头，他就将红酒送给了吴建秋，只一眼，吴建秋就认出了红酒的价值不菲，正是当初他想用来招待黎光的。而此时的李木佳才恍然意识到黎光的心意，他竟还记得那天他埋头背诵的那番话。而黎光呢，莫名的接到吴建秋感谢的电话，让他不禁有些失落。即便察觉自己好像干了件傻事的李木佳，还是很快将精力放在了工作上。隔天，他赶到黎明大厦处理工地纠纷，从工人的3言2语中，他发现了重大问题。为了验证猜想，便在工地上悄悄地调查取证，果然是程建芳以次充好。但为了自身安全，他佯装浑不在意的模样，在骗过对方后，就第一时间将情况汇报给了吴建秋。本以为此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成想几天后，他就收到一份停职处分通知单。李木佳瞬间傻眼了，明明前些天他还因为及时处理工地纠纷而收到锦旗，怎么转眼间就被停职处分了呢？他当即怒气冲冲地跑去问领导，殊不知这都是为了保护他所不得已采取的措施。原来自从黎光知道工地使用劣质材料后，便第一时间进行了举报。为了保护李木佳，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他从此是摘出去。可任他千算万算，还是忽略了狗急跳墙下的人心险恶。当李木佳在夜晚独自行走时，竟意外察觉身后有人跟踪。起初他故意假装和妈妈通电话，等身后的人离开后，他才长吁一口气。可就在他接通黎光打来的电话时，不料那名黑衣人又再次折返，还对着他穷追不舍，吓得李木佳不慎摔倒，也让电话那头的黎光瞬间有了不好的预感。找我？再找你，想请你吃个饭。我一会儿还有工作，我要去找赶。人帮你送。女孩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个甲方爸爸好像对她有意思，要不然她一个助理律师哪有独立接案的机会呢？起初就连领导都劝甲方爸爸不要任性，毕竟他根本就没有打官司的经验。最后还是他顶着被呼了巴掌的脸出现，才让领导心软。只因当初就是李木佳的心细，才发现程建芳使用劣质材料，又因为黎光的举报，致使李木佳遭到对方的报复，所以于公于私，他都想将起诉程建芳的案子交给李木佳负责。想让你打一个官司，奖励你的勇敢和聪明。谢谢李总。不谢。此时的李木佳正沉浸在兴奋里，浑然未察觉此事有任何不对。直到有天他加班整理起诉材料时，却接到黎光的电话，还以沟通诉讼为由约他吃饭。李木佳本以为就是个普通的工作餐，结果来到现场后，才发现黎光竟然包场了。您不是过来要找我聊诉讼的事情吗？我要不这么说的话，你会出来跟我吃饭？他
他心里瞬间咯噔一下，这才恍然意识到，以他目前的资历，应该轮不到他接这个案子。就像今天见被告律师时，对方一看是他，就表现得非常的不屑，完全没把他当对手。殊不知就是这轻蔑的态度，很快让他后悔莫及。然而此刻的李木佳却生怕自己要被潜规则，他小心翼翼地问黎光，为何会将如此重要的案子交给他？是你的确没有什么经验，可是你的预判能力、沟通能力，还有你的抗压能力都非常的强。李木佳瞬间被触动，他没想到黎光竟如此看重和了解他，这让他顿时信心倍增，也放下心来。然而黎光接下来的话却又让他不由心惊肉跳，只因黎光竟然知道他在找房子，还说可以介绍朋友的房子给他，不但地点在律所附近，还不收房租，这不免让人怀疑，所谓的朋友该不会就是黎光自己吧？吓得李木佳当即表示自己已经找到房子了。为了逃离这尴尬的境地，他在黎光不解的目光中感谢对方的信任和提携，不仅表忠心，还表示一定会全力以赴，随后便以加班没有饭也不吃的离开了。黎光本能的叫住了他，然而对方那小心谨慎的模样又让他心生不忍，还是放对方离开了。只是李木佳那犹如遇到洪水猛兽般避之不及的态度，还是让黎光感到了些许挫败。想不到他一个帅气多金的霸总，却被一个小姑娘如此嫌弃。殊不知李木佳也是有些心动的，但他深知两人悬殊差距大，还是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吧。为了打好手上的官司，他不眠不休地寻找对方的漏洞，甚至还与闺蜜做了法庭模拟。正是因为准备充分，她才能在法庭上有理有据，打得对方措手不及，让轻视她的大律师变无可辩。隔天，在黎光的发布会上，他又和领导一起处理突发事件，由于做的实在是太漂亮了，让黎光对她的好感更甚，再次发出邀约。然而李木佳只是犹豫了会儿，便直言道：“这次我不愿意。”随后便转身离开了。李木佳本以为这番暧昧拉扯只有两人知道，没成想领导早就看出来了，还鼓励他道：“只要心动了，我的建议就是往前走。因为人到了某个年纪，就会发现能遇上怦然心动的人很少，如果有幸遇到了，不要怂。”领导的话让李木佳陷入了沉思。男人明明已经年近40，可还是对一个小姑娘一见钟情了。起初他本以为不过就是场见色起意的心动，然而随着往后越多的接触，却让他对小姑娘的好感更甚。特别是当他压力大的只能躲在楼梯间缓一缓时，小姑娘不仅没打扰，还另辟蹊径地抚慰他。随后又打开手机的电筒，用手摆出各种可爱的小动物形状，让上一秒还沉浸在负面情绪的黎光瞬间得到了缓解。这一刻他知道完了，李木佳是彻底走进他的心里了。调整好状态后，他再次恢复成运筹帷幄的霸总，安排律师团与投资方谈判，为他争取更多的时间。而吴建秋也很懂，当即就做了一场戏。李木佳是人畜无害的小白兔，小飞则是冲动易怒的大灰狼，负责与对方针锋相对。等搅乱对方的思路后，吴建秋再出来主持大局，将主动权牢牢握在手里，成功为黎光拖延了项目周期。事后，黎光请律师团吃饭，虽然他表面未显山露水，但吴建秋还是看出了他的压力，便说李木佳有预测未来的能力，让他露两手。黎光很是期待，随后就见李木佳拿出一枚硬币。李总，您选正面还是反面？正面吧。确定后，只见李木佳只是吹了一下左手，硬币就落入右手的杯子里。在他疑惑的目光中，硬币是正面，他顿时觉得有趣，便要求再来一遍。李木佳也不露怯，接连来了3遍，次次都是正面，逗得黎光心情大好。他当然知道这只是小把戏，可这枚幸运硬币却让他感到安心。更重要的是，还是李木佳给的，这明晃晃的偏爱，瞎子才看不出来吧？所以当李木佳忽视这份感情时，吴建秋才鼓励支持他。然而李木佳却不承认心动，直到他的妈妈受伤住院，又因为心疼钱，说什么都不肯选择5万的治疗方案，让李木佳头疼不已。可奇怪的是，隔天李母就同意了，还埋怨上了李木佳。你可真行啊，买了保险都不告诉我的。保险？李木佳一头雾水，可见妈妈愿意动手术了，他也只能按捺内心的疑问默认了。直到深夜，一个人的到来才让他恍然大悟，也莫名的让他心里的阴霾驱散了不少。他实在没想到，原本应该在国外的黎光竟然出现了。虽然他说是顺道转机过来的，可李木佳知道这怎么可能顺道呢？紧接着他又想起妈妈的商业保险，这下黎光倒承认了，是他让上海的同事帮忙交的手术费。您怎么知道我妈在这个医院？也知道她不愿意。在意一个人呢，你想知道他的消息，总还是有办法的。黎光的话让李木佳顿时有些脸红心跳，这是他第一次如此坦诚自己的心意。为了缓解尴尬，他让李木佳带他去吃东西，两人坐在路边吃着馄饨，聊着各自的妈妈。只是黎光的母亲却早已去世，对他最大的期许就是少喝酒少熬夜。可是您又熬夜了。
都是因为来看你。李木佳顿时觉得完了，好像又怦然心动了。在这个特殊的夜晚，他感觉有些在劫难逃。殊不知黎光正有此意，他能感受到李木佳对自己的好感，只是不敢再迈前一步而已。拜托你，考虑一下。对方的一个表情，一个眼神，你就知道他对你有没有意思，是不是？短短几句话就撩拨的女孩脸红心跳，可明明当初是这个男人先告白的，而她却拒绝了他。即便是在妈妈生病时，她最无助的时候，是黎光不远万里的来看望，她也还是不敢轻易接受这份感情，只因两人之间的悬殊实在是太大了。除了身份地位外，黎光还比他大了将近20岁呢。然而黎光却似乎懂他的顾虑。对于一个40不惑的男人来说，我的时间成本，他的宝贵，并不亚于你的青春。虽然很想李木佳点头答应，但黎光还是不忍逼迫他，想给足时间他考虑。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都大半个月过去了，他都没收到李木佳的任何信息。直到这天李木佳来送合同，才让他抓到了机会。最近忙吗？最近还好，不太忙。不太忙。他都要被气笑了，当即就问李木佳为何不给他打电话发信息。见他在等自己的回复，李木佳索性摆烂说算了。原本他还是蠢蠢欲动的，然而领导的一句诘问让他瞬间就打了退堂鼓。你跟黎光到底怎么回事？在他压我们费率这件事情上，你起了什么作用？李木佳赶紧解释自己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虽然黎光是向他表白了，但他并没有答应，而且两人之后也没联系过，自己肯定不是泄密的人。好在领导足够了解他，也信任他，但经此一事，却让李木佳突然意识到，确实不该和黎光在一起。然而黎光却深信李木佳对自己有好感，即便李木佳什么也没说过，但告白后仅有的一次碰面，还是让他察觉到了。在发布会上，李木佳看他的眼神，以及会后两人匆匆一瞥的告别，那眼神中透露出的情意可做不了假。所以面对李木佳的拒绝，黎光盘根问底：为什么？瓜田李下，公私不分，工作不好展开。得知只是工作原因，黎光当即表示自己最是公私分明。就在李木佳还想绞尽脑汁想借口时，一通电话却打断了他。原来是闺蜜催促她去选房。此时正值2010年，北京房地产炒得火热的时候，好房源更是一票难求。但李木佳还是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怎料黎光却说要陪她去选房，更是在她诧异的目光中推掉后面所有的工作。就这样，两人来到售楼处，得知只有1号楼和3号楼有房源可选。李木佳不太满意，觉得楼间距太近了。不料售楼小姐却嫌李木佳土包子，直言他们的容积率达到了1.5。见心上人被刁难，黎光本还想和售楼小姐好好聊，但没成想人家依旧趾高气扬，那就只能被光速打脸了。黎光毫不客气地指出，他刚刚说的1.5容积率，只有花园洋房才达得到，而他们这个楼盘绝对不可能。售楼小姐哪能预料自己竟遇到了大佬，赶紧讪笑地表示让其他同事接待。找回局面的李木佳都不得不感慨一句：这个售楼小姐的话呀，真的是比负心男人还不靠谱。黎光闻言表示赞同，然而这却让李木佳的心猛地紧了一下，太亲密了，不是他们这种甲乙关系该说的话。可也因为这个插曲，让两人的关系更近了一步。特别是当黎光理直气壮地向助理撒谎更改会议时间时，李木佳那只有在熟人面前才显露的表情，更是说明他彻底接纳了黎光，只差一个挑明的机遇而已。很快机会就来了，黎光带李木佳去吃饭，没成想他的最大劲敌却主动打来了电话。黎光赢了，将集团的控股权牢牢握在了手心，众人很是开心。结果一不小心，大家喝多了，等李木佳再次睁开眼时，竟发现他和黎光睡在一张床上。还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竟和被他拒绝过的大叔同睡一张床，果然是喝酒误事。他赶紧拿上衣服悄咪咪离开，浑然不知此举将造成多大的惨案。大叔还以为他在厕所呢，正准备找他聊聊两人的关系，没成想人早走了，气得当即就找他要说法。这咱俩又没发生啥，又没有一夜情。我跟你谈感情，你跟我谈一夜情。就这样，原本成熟稳重、帅气多金的霸总，就这样华丽丽的骨折了。而对这一切都毫无所知的李木佳，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放得下黎光。特别是隔天，黎光要约他吃饭时，他竟恍惚失神了一下午。就在他准备临时爽约时，竟收到黎光要出差的消息。那一刻，明显是失落大于庆幸的。可即便如此，他也不肯承认自己喜欢黎光，直到……你确定他是单身啊？
我确定，我查过。闺蜜瞬间秒懂，但她不明白李木佳明明喜欢黎光，却又为何拒绝人家。殊不知李木佳是有自知之明，黎光虽然单身，可曾经有过一段婚姻，还有个女儿，财富地位人家都不缺，怎么可能会愿意娶她，去经营一段稳定的关系呢？李木佳看得很清，然而却低估了黎光对她的心意。一回国就给他打电话，打不通就拖着受伤的脚，在他公司楼下蹲守。而赶着去帮领导参加饭局的李木佳，浑然没留意门口有尊大佛在等他，也幸好有黎光在，不然他稍后就要被欺负惨了。在饭局上，客户见他是新人，一来就要他自罚3杯，等喝完后又找理由劝他酒。李木佳赶紧解释自己酒量不佳，没成想公司前辈也不帮他，还助纣为虐劝他喝。为了不得罪客户，他只能勉为其难的喝了，中途还去了趟洗手间调整自己。也就在这时，让原本等在门口的黎光撞个正着。等李木佳再回饭局时，客户的刁难又有了新花样。其实他也是被迁怒的，他们本想针对的是律所的王牌吴建秋，结果人没来，他的徒弟代为出席，所以不欺负他。欺负谁呢？见心上人被如此对待，黎光自是不能坐视不理。一见是他，原本还一脸目中无人的客户，瞬间变成了狗腿子，端上酒就要敬。我也不是谁敬我酒我都喝。哎，你一大男人酒桌上欺负小女生，很没风度。浑然不顾对方是否难堪，而在座的都是人精，瞬间就看出了李木佳和他的关系。更何况黎光根本就没想遮遮掩掩，理直气壮地拉着李木佳就要离开。李总慢走，这小助理跟他什么关系？我觉得你好像要有事儿。一伙人诚惶诚恐，可李木佳却觉得黎光不应该出现，这是他们律所前辈组的局，如此让他下不来台，那他以后还在律所怎么混？殊不知他完全想多了，人家巴结他还来不及呢。而被服了好意的黎光也瞬间委屈了，难道自己还做错了不成？就这样，两个明显心里有气的人根本无法好好说话。黎光想要名分，而李木佳却觉得两人没关系。你就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你能不能跟我在一起？我谈恋爱就是为了结婚，我想要一个家，你能给我吗？这一刻，黎光沉默了，而李木佳也就明白了。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可不可以有过程？可以。年近40岁的霸总终于追到了让他一见钟情的小姑娘，然而此时的小姑娘还不知道自己的世界将会发生多么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是一向很爱刁难人的财务总监，居然率先和他打招呼，还一脸和善地告诉他报销通过了。紧接着是前辈同事，竟检讨起在饭局上逼他喝酒一事，还殷勤地给他带国外巧克力，就连平时高傲的同事都热情主动地向他打招呼，让他着实惊讶的一阵。这待了好几年的律所就突然变得友善起来了。但最重要的还是他终于从助理律师升职为独立律师了，而他的第一个官司就是为男友而打。黎光也很宠他，就连被告都知道，你就是想博你那小女朋友一笑，你还非得踩我这一脚。爱情事业双丰收，让李木佳很享受其中，结果却因为恋爱脑，让她错失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样东西。闺蜜3令5申让她去买房，流程都帮她弄好了，只要抽个时间去签字就行。结果好吗？李木佳跑去谈恋爱了。隔天一早，她就接到一个噩耗，此时正值2010年，北京出台了购房政策，没有本地户口或者社保年限不够，都没有购房资格。也就是说，她一觉醒来，房子没了。见她很是失落，黎光却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房子她有的是。所有人都觉得李木佳和黎光在一起是为了他的钱，可李木佳却看得很清。这天，她聊起手头上的离婚官司，丈夫为了不分妻子财产，竟不惜伪造公司财报，明明利润十分可嘉，却说亏损严重。李木佳很是不屑，而黎光自然也十分鄙视。如果以后咱们两个离婚的话，我肯定无财无造假。你只会做婚前财产公证。她虽然想和黎光有个家，但她从不觊觎对方的财产，其他人误解她无所谓。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闺蜜居然也这样看她，一开口就让她向黎光借70万。李木佳自是不肯，她前一秒才在黎光面前信誓旦旦地说自己能赚钱，不要他的，怎么可能下一秒就开口向他要70万？如果是救命钱还好说，可这钱闺蜜是用来买房的。更关键的是，但凡她开口借钱了，两人的性质就立马变了。我跟他从甲方乙方变成男女朋友，只要不谈钱，我们之间就是平等的。但闺蜜却无法理解，他们两人的恋爱哪样不是黎光靠钱堆出来的呢？送的名贵礼物是不是钱？出入高档餐厅花的是不是黎光的钱？更何况他只是借，又不是不还。70万对于黎光而言，不过只是9牛1毛。见李木佳还是执意不肯去借，闺蜜彻底怒了。你跟那黎光在一起，你口口声声说不图他钱，那你图他什么？
范姐姐比你大一轮还拐弯吗？李木佳怎么也没想到，10多年的闺蜜情居然因为一套房走散了。这一瞬间，她怀疑是不是自己做错了。明明知道闺蜜对房子的执着，隔天她鼓起勇气找人借钱，对象自然不是黎光，而是她的领导兼师傅。就这样，她成功借到了70万，还不需要利息的那种。可殊不知，闺蜜也借到了，只是要还高额利息的那种。她赶紧劝闺蜜退掉，怎料却被拒绝了。其实这些年，两人的道路已经渐行渐远。闺蜜对着越来越优秀的她，不是不自卑的。于是，就在她爱情事业双丰收最幸福的这一年，友谊没了。可殊不知，在她和黎光的爱情道路上，很快就要迎来一场风暴。律师只是帮男友看了一眼报告，就瞬间察觉到了不对劲。这个婚姻状况没写，没写吗？就写了离异。这顿时让她想起手头上的离婚官司，丈夫为了不分妻子财产，竟不惜伪造公司财报，明明利润非常好，却骗妻子公司负债累累。所以即便后续成功离婚了，妻子一旦知晓实情，便可提出申诉，冻结股权。尽职调查不仅应该调查业务、调查财务，也应该对创始人的婚姻状况有所了解。可明天就要签约了，黎光当即电话助理去调查创始人的婚姻情况，可不能让5000万打了水漂。然而调查结果并不如意，从创始人的朋友到公开渠道都证明两人是和平分手。助手觉得问题不大，但李木佳总觉得有猫腻，便提出将融资信息透露给前妻，一探虚实。于是他假装成财经记者，以采访的形式电话前妻。我们听说紫薇园林将获得一笔5000万的投资，5000万，您不知道吗？此时黎光心里已经初步有了判断，特别是前妻还匆匆挂断后，他紧接着又指挥助理电话创始人，而李木佳也再次拨打前妻的电话。果不其然，双双占线，黎光瞬间就决定取消明天的签约。接连2个离婚案都如此，李木佳不由感慨天下的乌鸦一般黑，连枕边人都要算计，殊不知自己也有同样的隐患。然而此时的她还沉浸在爱情事业双丰收里。虽然黎光是她男朋友，可同样也是律所最大的甲方爸爸。由于他的突出贡献，他不仅年纪轻轻就获奖，还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一时间，他成了律所的香饽饽，众星捧月的存在。直到有天，他无意间知道，原来黎光竟是他那离婚案的幕后操控者。怪不得原本一毛不拔的丈夫，竟突然大方的给200万补偿款。怪不得黎光劝他不要涉入太深，原来人家早就暗暗投了3000万，如今只想尽快结束离婚官司。李木佳觉得自己被利用了，即便黎光解释他投资时，根本不知道对方正在闹离婚。当后面得知了，也第一时间逼迫对方补偿前妻。但李木佳不能原谅的点是，前妻根本不知道有3000万的投资款，他应该有知情权。可黎光却觉得李木佳根本没考虑后果。亨达错过了最佳的上市时机，王东亮破产，我们所有的投资打水漂，就连林小月他都拿不到生活费。黎光质问这是他想要的吗？然而李木佳却说他会将所有的后果告诉当事人，由当事人来做决定。就这样，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闹得不欢而散。隔天，他将此事告知了领导，不料吴建秋也赞成黎光的决定，还灵魂拷问他：如果你只是金达一名普普通通的律师，你会找黎光吵架吗？吵完了架，你觉得金达会留你吗？李木佳顿时哑口无言，他恍然意识到自己的一切好像都是黎光给的，但他并不觉得自己有错，他只是为当事人着想，浑然忘了黎光也是他的当事人。随后，他便找到林小月，将王东亮在离婚前就获得了3000万的投资告知了他。可令李木佳没想到的是，林小月早就知道了，还扮猪吃老虎，打的就是等王东亮养肥了，再狠狠宰他的主意，好吗？原来小丑只有李木佳自己。你凭什么觉得林小月从头到尾不知道这件事情？你凭什么觉得自己比林小月聪明？可现在不是反思的时候，他要怎么提醒黎光不能再投资王东亮了？否则到时林小月提起申诉，所有的投资都要打水漂了。殊不知就在那晚两人争吵后，黎光深知他会找林小月，当即就安排了会议，暂停投资王东亮。然而第一笔3000万就这样作为沉没成本没了。吴建秋闻言很是可惜，也为自己没有拦住李木佳感到抱歉。但怎料黎光却不怪李木佳，当初就是因为他的单纯和理想才喜欢的嘛。吴建秋见状不由羡慕，行吧，又让他相信爱情了。浑然不知黎光也在头疼，不知该怎么哄回李木佳。有一个见过世面的男友是种什么体验呢？是会带你进入他的圈子，将人脉资源介绍给你认识。这要不是因为你来，这小子估计今晚就不来了。真是，我这么重要吗？那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是会在你遇到戾气很重的人时，教你什么是幸福者必让原则。见对方不仅不让开，还教唆下属故意挡路，李木佳忍无可忍。这人在挑衅，大哥。我看出来了，是有点过分。但黎光还是让他再忍忍，这反倒让李木佳十分不解。要知道黎光可是出了名严苛的人，当初售楼小姐只是讲错了容积率，就被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浑然不给人家脸。这会儿怎么忍气吞声了？见他满脸疑惑，黎光便耐心地分析道：一个戾气很重的人是很容易失控的，为了争一口气打一架，实属不必要。更何况对方人多势众，毕竟自己是舒服地坐在车里，而对方却还在辛苦地加班工作。谈笑之间，对方很快把车开走了，路也就这样让了出来。事后，黎光还分析那个人应该是受了委屈，才会采用这种方式发泄出来。此时只要释放一些善意，对方就会铭记于心。大是大非要讲法，小对小错要讲情。甚至会在玩游戏时，明明都赢了，李木佳却还在懊恼刚才的操作。想要大赢一场时，黎光却讲起了帆船比赛故事，教他领先者模仿追随者理论。明明你是领先者，所以更应该伺机而动。对方主动变招时，你才跟着变，不管招数是否有效，优势都在于你。李木佳闻言不由醍醐灌顶，就连他不知不觉间闯的祸，黎光都悉数揽上身，还不让人告诉他。你会对木佳一直买单吗？只要我有。只是这次的麻烦大了些，让他有些心力交瘁。李木佳听出他的语气不对，加之十分想念，便二话不说的飞去深圳找他。怎料黎光却也飞回了北京。就这样，两人阴差阳错的错过了。那你就在我家等着我啊！我家密码是你生日。本以为这下总算能见面了，没成想黎光只是休息会儿，就接到助理电话，深圳又有事情要处理，于是他只能强打起精神。临走时，简单的帮女朋友收拾一下，等李木佳再回来时，又扑了个空。这不太好的兆头，让他的心不由咯噔一下。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完了。隔天见到闺蜜后，他坦言自己变成恋爱脑了，无时无刻不在想黎光。他是彻底陷进去了吧？不然怎么开始患得患失了呢？生怕自己与黎光没有未来，于是乎，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在见到黎光时，他鼓起勇气说道：我想跟你求婚。突然收到通知，原本明天就要上门提亲的男友临时不来了，他的心猛地咯噔一下。明明当初是男友对外公布的，不是女朋友，是未婚妻，也是他主动提的。年30那天上门提亲，为了接待他这个未来女婿，妈妈先是紧锣密鼓的订饭店，生怕给女儿丢脸。咱们虽然是小门小户吧，但该花的钱不能小气。就连点菜都按照他的喜好点，紧接着又逛街买衣服，甚至还通知了家里一亲戚，就为了以示重视。结果好吗？人放鸽子不来了，真是不巧得很。纽约机场下大雪，所有的航班都延误了。话虽如此，却也架不住三姑六婆们的好奇，一直贴脸开大追问霸总女婿。好在李母都挡在前头，一桌人里也就只有表妹看出了他的强颜欢笑。再见李母那苦涩的笑容，哪还能不明白？当即就决定舍我其谁。明明才刚领证，却对外宣布她怀孕了。果不其然，这爆炸性消息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火力，不仅亲妈震惊，就连刚上岗的老公都不知道。李木佳起初还有些懵，直到表妹伸手安抚她，才意识到这是帮她解围呢。她强忍着酸涩和众人一起庆祝，妈妈的不断抚慰让她不禁红了眼眶。这段爱情难道是她强求了吗？当初确实是她先求的婚。我可以给你签婚前财产协议，你所有的资产、股票、房产我通通都不要，甚至可以放弃做财产继承人，就想和黎光有个家。两人合法的走下去，见他沉默不语，李木佳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怎料黎光其实早有准备，当即就掏出一枚戒指向他求婚。面对诚意满满的黎光，李木佳当然是笑得不值钱的当场同意。就这样，一场还算浪漫的求婚仪式就完成了。李木佳怎么也想不明白，黎光怎么就临阵脱逃了呢？直到回到北京后，再见到黎光时，他才得知真相。我女儿这次他突然要我留下来陪他过节，因为此前从未提过要求，所以他根本没法拒绝。然而这却让李木佳顿时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不能结婚了是吗？这下黎光沉默了，他想起投资方提出的严苛要求，要么不结婚，要么就将李木佳也列入连带责任人。为了不拖累他，黎光没法立刻给出回复，不料李木佳却误会了，当即就要赶他走。黎光本以为事后再向李木佳解释，两人就能回到从前，可殊不知李木佳这次是彻底放弃了。即便他得知了真相，也不准备原谅。他不能接受自己总是被抛弃的那一个，先是因为女儿，然后又因为资本。但黎光却不懂他，还自以为的为他好。不就是连带责任人吗？有什么困难我可以跟你一起面对。李木佳当即就失望了，特别是黎光还让他等他处理完这段危机，两人就可以结婚了。然而李木佳却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以后还出现类似的问题，自己是不是又要被抛弃？两人是不是
被资本裹挟一辈子。我爱你，但我也爱我自己。我们都放手吧。爱情的失意让他痛彻心扉，过往的回忆犹如走马观花般在脑海中不断闪过，那是他最珍惜的过往。可还没等他缓过神来，职场又给他当头一棒。同事过生日，邀请了所有人，唯独没叫上他。没了黎光的庇护后，似乎所有人都可以踩他一脚。人突然发现自己好像被同事孤立了，所有人都去了聚餐，却唯独没叫上他，甚至还成了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柄。听说李木家被甩了，不然呢？可能黎光会娶她回家呀。更过分的是，道貌岸然的前辈还打起了他的主意，竟想单独约他去泡温泉。您太太同意您带女同事去泡温泉吗？李木家怎么也没想到，只不过是和黎光分手了，他怎么就突然从天上掉了下来？起初他是不信邪的，结果1个月后，他就因为业绩为零，不得不从独立办公室搬出来，就连路过的保洁大妈都能颐指气使地说他2句，更别说最会看人下菜碟的财务了。我准备出趟差，咱们能先预支一下差旅费吗？业绩不达标的员工不能预支款项。好吗？差旅费还得先垫着。就在他为了工作焦头烂额之际，妈妈还逼着他去相亲，而好巧不巧的是，相亲对象还带他来意义不一般的地方，那可是黎光用他生日命名的餐厅。当时有多幸福感动，如今就有多遗憾难过。他满脑子都是黎光。面对对方喋喋不休的自我吹捧时，李木家的耳边却响起黎光的声音。曾经在这发生过的点点滴滴，瞬间在脑海回闪，以至于他都有些精神恍惚。又因为工作焦虑，导致他突然晕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时，身边都是亲朋好友。跟我相亲那个人呢？那个人觉得你身体不好，把你给拒了。谢谢他。经此一事，却莫名地将他的斗志激发了出来。什么痴情怨女、爱恨情仇，都比不上前来的靠谱。又或者是昨晚黎光的那通电话救了他。原来黎光来餐厅视察时，得知有人晕倒后，看监控才发现是李木家。而最关键的是，李木家晕倒的那一刻，他下意识地想去接，这身体语言不是还爱着是什么呢？所以他当即打给了李木家，两人却不约而同地沉默着。最后还是李木家率先挂断，让这段本就遗憾的爱情再添几分意难平。然而这却激发了李木家的斗志，他接了律所里最难啃的案子，孤身一人勇闯大西北，怎料对方却不待见他，话都没说几句就被赶了出来，他只能在门口蹲守，准备死缠烂打。可一连几天他都没找着一点机会，即便上了法院，对方也不愿调解还钱，一心就要做老赖。直到一个房地产项目让他抓到了机会。您刚才说只要赚到钱就能接受调解，对吧？对，怎么了？我帮您赚。原来对方正准备竞标一个项目，可缺乏专业律师的意见，让他们踌躇不前。而最关键的是，他们还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据说还采用了新技术，更让他们不知如何是好。然而就在这时，李木家却想起了黎光，他曾说过的领先者模仿追随者理论，简而言之就是追随者做什么，领先者就做什么，只因有优势在手，不管招数怎么变，优势都在于你。一语点醒梦中人，在李木家强有力的帮助下，标书很快完成。可喜的是，他们中标了。最后，李木家拿着调解协议回律所，也因为他的突出贡献，他再次搬回独立办公室。这职场果然残酷，捧高踩低都是正常操作。也就在这时，对他一直很有好感的小帅哥出手了。所以你是来邀请我跳槽的？